女人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裤跟情人在泳池里嬉戏，却被老公看在眼里。老太却没有当场揭穿妻子的行为，而是不声不响地走进酒店的房间。可当他看到床上凌乱的床单时，直接就傻眼了，这让老太心中极度的不舒服。而此时的女人却毫无察觉丈夫来过酒店，这也成了她噩梦的开始。到了晚上，意犹未尽的女人急匆匆赶回家中，原以为家中一片黑暗，空无一人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老太竟站在黑暗的角落里叫住了她。女人看到丈夫的那一刻，一股莫名的紧张感笼罩全身，她迅速调整情绪，试图以最自然的方式给老公一个拥抱。老太问妻子今天都去了哪里，妻子却满嘴谎言地应付着她。深爱着女人的老太亲了一下妻子 I love you。 然而妻子却依旧敷衍了事地回应他。可就在女人想要逃避的时候，老太却突然揭穿了妻子的所作所为。女人惊呆了，老太果断地拿起枪对准了妻子，枪声惊动了外面修草的园丁，迅速走过来询问情况。老太又拿起枪对着门玻璃开了2枪，园丁们被吓得四处逃散。紧接着他又对着玻璃开了1枪，把妻子的位置挪到了一边。老太捡起地上的弹壳，擦干净痕迹后又扔在了地上。他又迅速脱下沾有血迹的上衣，扔进了火炉里，接着打开热水洗掉了身上所有的痕迹。然而做完这一切的老太并没有趁机离开，而是等待着警察的到来。很快，警察接到园丁的报警，迅速包围了老太的房子。警察局的副队长麦克拨通了老太的电话，老太十分镇静地拿起手机，指定让麦克一人进来。老太清楚地知道，麦克就是跟自己妻子鬼混的那个人，所以让麦克独自来谈判。为了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，双方达成协议，他们都放下了手中的枪。然而麦克没有料到的是，这里竟是情人的家，他不认识老太，更不知这栋别墅的女主人是谁。麦克询问老太的妻子可好，老太却很坦然地告诉麦克，当时就像中了邪一样，朝他的头开了1枪。麦克小心翼翼地走到房间门口，突然看到墙上挂着的照片，这才意识到老太的妻子竟是自己的情人。他迅速跑到女人跟前，发现她竟还有呼吸，而此时的老太却趁机拿起枪对准了麦克。身为警察的麦克机敏地拍掉了老太的枪，随即迅速将老太扑倒在地，拿起拳头对着她就是一顿暴揍。埋伏在外面的警察也迅速地赶来制服了她。女人被医护人员抢救，很快就送往了医院。老太也被押上了警车。愤怒的麦克用凶狠的眼光盯着她，发誓要将她绳之以法，亲手送她进监狱，为心爱的女人报仇。老太却坦然自若地对着麦克诡异的微微一笑，似乎麦克成了她复仇的玩物。然而麦克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想治老太的罪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没过多久，例行听证会现场，警方起诉老太违反了加州刑法杀人未遂罪。法官问她是否要提起诉讼，而老太却告诉法官自己无罪，声称不想找律师，而是自己为自己辩护。我赶走了要帮助她的律师，然而法官却好心极力地劝老太聘礼，可她都不为所动，还洋洋得意地主动放弃初步侦讯权，直接尽快地开庭审判。老太的这番神操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，都好奇地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老太甚至还公然在法庭上抢对方的律师，肯花大价钱聘请小强为自己辩护。而小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大律师，他所接的案子有高达97%的定罪率。身为一个正义感爆棚的律师，他又怎么会为一个杀人犯做辩护？法官只好决定本案将排期开庭审判。听证会结束后，麦克找到小强，要求他帮自己辩护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助手告诉了小强一个坏消息，他们发现老太的枪并没有激发过。他们来到老太的别墅搜寻证据，却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翻遍了全屋上上下下，都没有找到老太行凶用的手枪，只发现枪盒子里面少了4发子弹和一把从未发射过的枪，而老太的手上也没有发现火药的残留，衣服上也没有任何的血迹，地下的4颗子弹壳也没有任何指纹的痕迹。事情发展到现在越来越显得诡异，小强也顿时觉得被老太给耍了。他左思右想，就是弄不明白老太行凶的枪到底去了哪里。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，但小强坚信也能够将老太绳之以法，因为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。庭审这天，小强找来了老太家的园丁作证。根据园丁的描述，老太比平时早回家了1个小时。紧接着，女主人也相继回到了家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到了屋内的枪声，直到警察赶来包围了别墅，都没有人进出。显然，这些证词并不能将老太定罪。接着，医生作证说，子弹贯穿了女人的大脑，卡在了大脑右上侧和头骨之间，伤害程度非常严重，导致无法挽救。小强却说，造成这种伤害的人是蓄意谋杀。然而对于小强的说法，老太却满不在乎，继续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什么。小强继续询问第3个证人麦克，麦克说老太自己承认杀了自己的妻子，当时就好像中了邪一样，朝他的头开了1枪。而此时的老太却突然提出了抗议，他接下来说的一番话却让众人目瞪口呆。Having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your wife, I think it's objectionable. 法官听了瞬间傻了眼，就连小强也觉得很是意外。他没有想到麦克竟然欺骗他，对他隐瞒了这一切。本来对此案胜券在握，现在却一下跌入了谷底。一旁的麦克也瞬间面红耳赤，感到羞愧不已。他起身气急败坏地直接冲着老太扑了过去。然而麦克的这一举动也证实了老太所说的话。小强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老太，
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不好对付。由于突发事件，法官决定暂时休庭，延期再审。这就意味着等下次庭审之前再找不到证据，那么老太就会无罪释放。此事过后，麦克为了躲避记者的采访，让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而自己却独自待在家里不敢出门。小强也因为此案忙得手足无措，他来到老太的办公室，翻遍了每一个角落。这时老太打来了电话，问小强有没有找到线索，好像是在跟小强叫嚣宣战，明知自己就是凶手，你却拿我没有办法。小强再次来到老太的家中，翻遍了整栋房子也没有找到凶枪。小强百思不得其解，老太用的凶枪到底去了哪里？他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女人的身上，希望她能尽快醒来指控老太。可医生的话让小强彻底的绝望了。晚上，麦克与小强相约在一座小山上。麦克通过关系从政务室拿到了一把枪，作为老太行凶时用过的凶枪，以此制造了一份伪证用来控告老太。反正这件案子大家都明白是老太干的，这样做也算是为民除害。可小强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一个律师，他可不想用这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老太。等到了第二天，小强来到案发当天的那家酒店查看监控，虽然监控拍到了老太的身影，所有人都能认出她就是老太，可是最清楚的画面只拍到了她的帽子，却不能带到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。庭审前一天的晚上，麦克打电话给小强，告诉他已经把伪证放在了小强的工具房里面，然而小强却犹豫了。第二天一上班，小强把女助手叫到了办公室，谎称找到凶枪，让她拿着证据在法庭外面等候，并协商约定好，如果你接到我的电话，你就把证据拿到法庭交给我。而女助手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法庭上，老太对法官说，检察官没有实证可以证明我犯罪，我请求宣判我无罪。法官问小强，休庭期间有没有找到新的证据？小强有些举棋不定，他想了想，接着拿起手机想要打电话给女助手。女助手也在法庭外面等待着，她犹豫了许久，可是律师的职业操守驱使着她，最终还是放下了手机，站起身来。然而麦克听了之后直接就傻眼了。由于小强没有拿出新的证据，法官只好宣判老太无罪释放，同时也宣布解散陪审团。满脸得意的老太临走前还不忘对着小强嘲讽了几句。绝望的麦克一脸茫然地走出了法庭，小强的女友也打来电话安慰着他。突然，法庭外面传来一声枪响，小强迅速来到楼梯口，只见麦克已经躺在了地上。原来麦克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他选择了开枪自杀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看到眼前的这一幕，小强后悔了，后悔当时没有听麦克的话，却造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，而杀人凶手却悠然自得地活着。然而老太为了永绝后患，决定拔掉女人的气管。作为女人的丈夫，他有这个权利决定放弃治疗，而医院也尊重了他的决定。为了不让老太得逞，小强迅速找到女友，要求帮他取得民事禁制令，来阻止老太的行为。然而女友却无情地拒绝了他。医院这边给女人做了最后的诊断，老太请来了律师，并在文件上签了字。小强也经过百般努力拿到了禁制令，立马驱车拼了老命地赶往医院。无助的小强被保安按在了地上，他奋力地挣脱，想阻止老太，可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女人停止了心跳。这天，小强跟助手一样的手机同时放在了桌上，助手接听电话时却意外地拿了小强的手机。小强顿时有了启发，他终于明白了为何找不到凶枪的原因。原来老太有一把与麦克一模一样的手枪。在案发当天，老太偷偷溜进酒店的房间时，他用自己的枪换走了麦克的手枪。他是用麦克的手枪击杀了妻子。当麦克独自进来谈判时，两个人的枪都放在桌上。趁麦克上前查看妻子的状况时，老太又趁机换回了自己的那把枪。而老太拿枪从背后对着麦克，也不是为了打死他，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枪还给麦克。不知情的麦克把凶枪别在了自己的腰里，直到他用这把枪自杀也没察觉。老太的这招借刀杀人简直用到了极致，仅凭一颗子弹杀掉了一对奸夫淫妇。然而这个堪称完美的高智商犯罪却被小强推理了出来。可是老太却告诉他，真相已经毫无意义了，就算他死而复生出庭作证也无济于事，而你却永远拿我没办法。然而小强的一句话却让老太彻底傻眼了。老太万万没有想到，小强居然用他拔掉妻子的气管利用，以谋杀罪将他再次告上了法庭。